我的枣熟了，虽然不是满树的果子，但也算是小有收获吧。这一颗是狼枣，像这种已经泛红的就可以摘下来了。我昨天看到上面有这种红透的，今天已经不见了，估计是被鸟给吃了。所以现在就把这些发红的全都摘下来吧。我来尝尝这个，应该是特别甜的。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很甜很脆。之前好多人说这种狼枣不好吃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只要是给它足够的水、足够的肥，别让它干到，这样的话长出的枣子味道还是不错的。这枣啊还是特别的吸水的，一旦是稍微有点发干就会脱落，像这地上这种枣都是掉下来的。它开花结果的时候也是，如果一缺水，那些花啊还有结出来的枣肯定就干掉或者是掉落了。所以我其实种这2年的枣，感觉一大心得就是一定要给它经常的浇水，保持土壤的湿润。这种稍微有点泛红的，我也一起就给摘了。看上面还有。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可能还记得，我这批枣树是去年的春天种的这种裸根的苗。去年当年呢，这枣树大概是结了2、3个枣子，尝到了一点味道。今年呢，其实早期的时候开的花还有挂的果也是不少的，只不过后来呢，一点一点都掉落了。我现在总结起来，可能是当初春天。不能算春天吧，应该算是夏天的时候，结枣的时候，可能还是因为干到了，所以大部分枣就都掉了。到秋天的时候呢，又开了一次花，然后这批结的枣呢，还是保留下了一些。摘了这么多，尝味道是足够了。旁边的这一颗呢是梨枣，这颗梨枣看看这些果实都是后来秋天又重新挂的果实，这个头还可以。我再找找。看这边结的还挺多的，不过这果实呢就没有夏天的时候结的大了。我再找找早期结下的果实。哦，像这个枣是早期的时候结的，看它个头还是挺大的。这儿还有一个发红的，这个我给摘下来。这个再等等吧。看这边还有，然后也能看到上边有好多的这种干掉的枣，这种是干掉的。然后这种就比较小，这都是后期又重新长出来的。这种呢，应该也是慢慢的就会脱落了。看，现在一碰就掉了。这枣呢，整体上来说还是不容易做出果实。别看它开了满树的花，早期结了好多枣子，后来呢，大部分应该都是会掉的。尝了一下这颗梨枣，并没有刚才吃的狼枣好吃。又尝了一个小一点的，捏上去硬硬的，这种感觉水分足，吃起来还是好吃多了。我再摘一个这没有红的，尝尝怎么样吧。没有发红的还是不甜，这还要再等它发红了之后再摘。下周还有下下周会连续下雨，可能连续下过雨之后呢，这些枣子会好一点。按理说我应该是经常过来给它浇水，但是还是挺费功夫的吧，就没有特别好的做到。看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想把这个大的摘下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。稍微是有一点点甜，看来还是得等它红了再吃。我这边这一排呢是种了8、9棵枣树，枣树的量还是挺多的。我估计照顾好的话，明年应该就有吃不完的枣子了。除了刚才的梨枣还有狼枣外，还种了这个品种，这是 GA866。那这棵枣树呢是没有结枣子，也不能说没有结吧，结了枣子都掉了。所以还是确实像大家说的那样，像 GA866这种呢，结枣还有挂枣的能力还是要弱一些。这后边呢，这棵是另外一棵梨枣，这棵梨枣就不像第一棵那样没有那么多果子。看现在还有一点儿，零星的能找到一些。我总结了一下原因，这棵应该是浇水不够。
像刚才前面那2棵呢，因为它离菜园的门比较近，我经常呢会拿桶给它额外的补一补水。但是这边呢离得稍微远一点了，我浇水就没有那么勤了。再后边还是一棵 GA866，跟前边的那棵一样，上边也是没找到枣子。前几天呢上面还是有一些的，这几天都掉光了，没有了。看明年的情况吧。这旁边地上刚才发现了一个红了的番茄，哦，这本来是长得不错，但是这块挨着地，刚才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了。这西红柿呢，其实种的比较早，现在大概都快到了要拉秧的时候了。我最后这一批看看还是有一批长得不错的，这些是有机会变红的。我们等着，再过一阵子就有更多的西红柿了。还能零星找到一些红了的，这是另外一种。这种小不点的西红柿呢，还是挺好吃的，特别甜。上边也还是有发绿发白的这种，还是挺多的。那边还有一大串。看这枣树后期新长出来的这些枝叶呢，是有一点点发黄的，这还是缺肥。其实也不能说是缺肥，我感觉这枣树是生长的太快了，感觉它这吸收肥力的能力不太行。我其实呢，下边土里边周围已经是施了挺多的颗粒肥了，然后定期的还会给它浇一些液体的肥，但是整体上呢，还是感觉肥力不够，吸收肥的能力啊还是比较一般。再下一棵枣树是一棵冬枣，这棵冬枣当时种的时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裸根的枣树，第1年的时候被鹿还给我吃了，上面都给咬掉了，这是又重新发出来的。它应该不是从真木发出来的，还是原来的枣子，因为是被鹿从上边咬断的。今年长这么高，我估计要想再长到刚才看到那些果树大小，那还得再过个2年吧，2年多。再往后呢，还有几棵枣树，不过这几棵枣树呢，已经有点分不清它的品种了。我看看，这上边特别小的一些枣子，这些呢，它不是因为它本身长得小，是因为还是第2批结的果吧。早期的那批果没做住，后来第2批结的就是这种小的了，感觉有点像梨枣，味道也有点像。再后边的2棵枣树呢，也是从其他地方移过来的，不太分得清种类了。当然长得还不是特别大，看看明年结一些果子之后，看能不能分清楚吧。今年呢，早春的时候我还种了另外一棵枣树，是蜜罐枣，就是这一棵。看看也活下来了，春天的时候裸根种的，当然照顾的不是特别周到了。明年给它好好管理管理，看看明年能不能结2个果子尝一尝吧。这棵蜜罐枣的这一排呢，除了这棵枣树，还有开头这棵梨树，剩下的就都是樱桃树了。这是那种小樱桃树，前面的是甜樱桃。看这些，樱桃树呢，这病虫害呀还是挺严重的，尤其是病害。看这叶片后边都是这种白点，这应该是双霉病。看看它的表面的叶子嘛，都是这种斑点，然后背后呢是白色的这种，这应该是双霉病。回头还得再给它喷一点药。这樱桃树呢，除了是病害比较严重啊，这鹿跳进来也是给我毁得不轻，还是比较招鹿的喜欢的。看这一颗小的，这都已经被鹿给我啃光了。这又是重新发出来的芽，希望能保住吧。那一棵大的樱桃树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种的，这长得还是不错的。我也给它拉枝了，这些枝都拉平了，感觉像这些地方，看这些都是花芽，明年应该是能开不少的花，希望能坐住果实吧。我这些樱桃树呢，早期的时候都是靠喷硫来除的真菌，大概是2周喷1次吧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后来那瓶用完了，我间隔了3周左右开始喷苦楝油。这苦楝油呢也是有作用的，但是相比于硫除真菌，就对樱桃树来说，我觉得还是稍微的差了点儿。也可能是后期我喷的没那么频繁了吧。
你像苦楝油这些东西呢，大概就是1到2周就必须得喷一次，不然的话就很难抑制住这些真菌。相比较这樱桃树呢，枣树打理起来还是容易多了，尤其是几乎没有什么病虫害。像我这批枣树，我整个这一个种植季吧，就给它喷了1次的苦楝油，剩下的就什么都没管。看看，基本上这叶子呀，还有果实啊，并没有什么病害，虫害也没有什么，除了有时候会爬一些臭虫，对这果子还有对枣树影响并不是很大。所以你说这些枣树呢，它管理起来也真是挺容易的，几乎就不要怎么照顾的话，就不会生病，也不会有虫害。如果是不浇水、不施肥，可能就是长得慢一点儿，但是也能生长。不过结果就不行了。我觉得枣树管理一个难的地方呢，就是怎么让它能结果子，结很多的果子，并且都能挂住。经过这2年来的实际体验呢，就是像刚才说的水和肥，我觉得这2点就是种枣树让它能结果、挂果的关键点了。我计划在明年管理的时候，增加更多的浇水和施肥的频率。浇水我是打算隔1天就浇一次，像我地里边是有滴灌带的，这样的话我隔1天开1次滴灌带。当然是如果不下雨的话，那下雨的话呢就少浇1次。然后每周呢，我打算再用桶给它手动的浇1次，希望能有精力这样做吧。施肥呢，我打算从4月底到9月底，每个月都给它施1次，主要以10:10的颗粒复合肥为主，再配合一点点的有机肥，然后在它开花结果期，给它额外的增加每2周增加1次液体的肥，这样的话争取能让它挂住更多的果实。其实这几棵树呢，从去年春天的时候一根光杆长到现在枝繁叶茂的，树本身的生长速度还是挺快的了，说明我给它的水肥还算是可以的。额外增加的部分呢，主要是让它能结出和做出更多的果实来。也有一些朋友会推荐给枣树黄割，黄割之后呢，枣树就能结出和做出更多的果实了。不过像我这种枣树呢，还是太小了，我是不会给它黄割的。一般枣树大一点，可能黄割起来风险要小点吧。不过这东西呢，还是算是有风险的活动，我就算了吧，先给它以水肥，更多的水肥，看看它生长情况怎么样。最后如果是实在不好做果的话，再去尝试一下。我感觉这些枣树明年应该是能结出不少的果实的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，一起来追踪一下，看看到明年9月份是不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，挂满满树的枣子。再到另一面，把这些西红柿摘一摘。枣不多，但是西红柿还是挺多的。以前想着种果树可能容易一点，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呢，好像还是种蔬菜更容易一些，毕竟当年就有收获，当季就有产量。看看这满地的冬瓜，到处都是，都已经挂了白霜了。这感觉不用怎么管，就是浇点水施点肥，到这个时候就能有一大片的收获。其实这一些冬瓜呢，也就是1、2颗冬瓜秧长出来的。我现在已经找不着它的根在哪儿了，所以不是很确定到底是1颗还是2颗。这枣树呢，它的串根能力特别强，所以经常会从根部发现好多长出来那种小苗。那种小苗后来我挖出来种在花盆里边，看看也会结一些枣。这种就是明显的野酸枣的感觉。所以这枣树呢，还是需要嫁接的，从根部滋出来的苗，要再嫁接一下，看看嫁接什么样好品种。我尝尝这酸枣的味道怎么样。其实酸酸甜甜的，倒也还挺好吃，就是肉太少，核太大了。如果喜欢吃酸的朋友呢，这种野酸枣也还是挺好的。过到这边，再来看看这个大的苹果丝瓜。看看，已经比我的拳头大好多好多了。我看看苹果丝瓜最后长成了之后，当然是长干了之后，丝瓜瓤是什么样，顺便也留几个种子。